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万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艾克斯。艾克斯在这个版本有2点极大的增强，第一点是装甲血量的提升，第二点是喷火伤害的提升，让他无论走哪条路都很强。艾克斯打边路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讲艾克斯打野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艾克斯打野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敢相信，这么一个没有爆发、没有控制的英雄，凭什么去打野？后来我自己尝试了一下，真香，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害高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艾克斯不像我前面介绍的坎琳娜、猴子这样的英雄需要单独介绍技巧，我们直接来看艾克斯的装备。首先，根据对面的阵容选择物理或者魔法防御鞋，附魔冰刺猎杀，这是关键。冰刺猎杀是你最稳定的控制手段。第二件装备选择百战神斧，我之前有讲过不推荐艾克斯出这件装备啊，原因是因为穿甲效果对于艾克斯来说没有用，因为真伤嘛。我必须承认这个错误，因为艾克斯非常需要百战神斧的另一个效果。就是在叠满被动时的这个移速，这个移速啊虽然没有狩猎之击加的多，但是它没有 CD， 你只要叠着被动就能一直分阵对面。移速是艾克斯的核心属性，另外增加的攻击力也有一定的收益。第三件装备选择嗜血利斧，这个应该没啥好解释的，有些玩家可能会对这2件装备的顺序有疑问。打野位移速更重要，先出百战；经验路对线吸血更重要，先出嗜血利斧。第4件顺风选择狩猎之击，狩猎之击可以提供爆发性的移速加成以及冷却缩减。第5件装备选择复活甲，军事或者逆风可以第3件就做复活甲，但是以艾克斯的强势程度，顺风居多。复活甲在全英雄范围内，艾克斯的收益是最大的，因为复活的艾克斯自带装甲，你可以再放出一个大，或者靠吸血重新站起来，很难被再次秒掉。第6件装备选择神谕，拥有魔抗、减 CD、增加回血，怎么看都很合适。不推荐做女王之翼啊，除非你不放大招。艾克斯的2条血量是单独计算翅膀收益的，你大招一开，被动就没了。顺便提一句，有一段时间流行的冰火双杖艾克斯，现在艾克斯已经不需要冰杖了，因为有冰刺猎杀，并且有很多移速加成的装备，也不需要火杖，因为伤害已经够了。现在出这2件装备的收益很低。灰烬选择带战士，不带刺客也是因为艾克斯的血条机制，你开大杀人的话血是加不上的，所以选择带战士，吸血天赋，不用怕没有移速，装备里的移速已经完全够用了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实战，这是一场单排，我们选择使用艾克斯打野。艾克斯在3排、5排中的作用会更大，你可以把它类比成以前最强势时期的吉米。不过艾克斯手相对会短一些，但是技能宽度更大，也没有能量消耗的限制，保命和收割能力也更出色。带上前期有伤害且稳定控制的辅助，比如绝绝、法姆塞斯、西尔维亚，对面野区会被你入侵的体无完肤。艾克斯比起那时的吉米还有个优点，就是吉米必须要有辅助跟着，也就是单排的效果并不好，但是艾克斯是可以单排 carry 的，一边打 buff 一边走位去吃野怪身上掉下来的装甲是可以回血的。然后的话呢，就还是老样子，拿完第一个 buff 之后，先去抢河道的回血花，然后再刷另外一个 buff， 然后一路刷到4级。这一段我们就先跳过。好，这边我们来找嫦娥，这个嫦娥是没有闪现的，它带的是个洗礼，那就很好杀。这边2技能虽然没中没有关系啊，第一时间不要交猎杀，这个嫦娥对我的伤害一无所知，并且我1技能 CD 是很快的，这个时候他残血了，交猎杀，然后上去一个大招，他这时候开进化已经晚了，对吧？这个嫦娥呢，为什么他不走？第一波我烧他的时候，他身上的被动就是那个烧的被动还没有叠满，所以他觉得我伤害不高，并且我只是烧掉他一层护盾，对吧？也确实伤害不高。但是我第2波1技能的时候就已经伤害很高了，这个时候已经把他护盾打掉了，并且已经打出真伤来，他还是不走，因为他手里有恢复，他恢复奶了一口，觉得自己血量还可以。那么我在第3波交猎杀再喷的时候，他已经血量已经回不上来了，这个时候再交大招，他没有闪现是必死的。哎，好家伙，这嫦娥把我蓝打了，玩不起。这边打完红 buff， 蓝反正也没了，过来拿乌龟。Xbox 是抢龙抢龟最厉害的选手，因为有他的大招。另外呢，如果我再带上猎杀，基本上是不可能被对面抢到的。哎，这边车撞过来，不要怕，这个车上没带人，没伤害的，但是后面过来4个人，往后撤一下，这个狼人被晕到了，我很安全，没关系，一边往后撤一边用这个喷火 poke 他们。你不敢打，虽然说你残血了，甲也没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手是比较长的。不过艾克斯这个破甲之后的这个火焰的宽度啊也被削过了啊，长度啊也被削过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分针这些鬼龙龙啊之类的还是很好分针的。你看这边来搞一下波嫦娥，一个2技能再1技能喷一波，这个伤害你看
也打掉了半条血是吧？不过这边回了一口甲，然后把自己定在原地，追不上这个嫦娥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差不多我们的血也回上来了，还有一个神龟的盾，咱们中路轻波兵去开那个河道蟹。拿完这个河道花，可以考虑抓一下娜娜或者嫦娥。哎，这个车过来了，你撞我啊！就是你这个，你撞我，你看我疼吗？一口猎杀，好，你死了。我炸！这车带着疾跑，哎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还是会被我烧死的。这个车高额护甲在我面前，在我真伤面前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咱们再刷一轮野。我们来找这个鬼龙龙，哎，这人第一件出复活甲，喷的时候压个2技能把他透路给断掉。你看2段喷，他差不多就没血，他开大回血，但是你已经扛不住我伤害了。啊，这边他站起来没关系，我们不用大招，他还是要死。哎，你开这个回血没关系，你哎呦这我再见。哎呀，虽然说我没死，但是鬼龙龙也没死，我为了有点贪，开大鬼龙龙就死了。我想省个大招的，但是对面直接过来了3个人，啊，没关系，接着杀。我们甲也马上好了，烧这个车，你看这个车根本扛不住，我们一个法伤，一个真伤，车的护甲在我眼里根本就我这再见吧，兄弟。这边车又照过来了，但是你带的是个娜娜，你俩没伤害啊，直接反打，完全不用慌啊！这个贝拉收掉了这个娜娜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波，这边推塔。鬼龙来守塔，八哥你被我杀了这么多波啊！上波其实也没杀掉你，但是现在你没复活甲了，一个猎杀减速，这波我不用开大你也走不掉。我基本上想不出这个版本可以限制艾克斯的英雄。又是刷完一轮野，车开过去估计要打架了。他们在塔下没关系啊，找这个不怕死的鬼龙龙。哎，他们为了救人肯定会出来。团战中不要吝啬你的大招啊！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大，这机会不是随时就有的。扑球一下直接炸死，之后你依然可以用一技能收割残血。结果这个鬼龙龙没死，其他人都死了，这个就叫做围点打援。哎，对不起，装过头了，对不起哥，我错。哎，这我哎，这卡加挂机不连上来了吗？这个大招开着急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依然打不过我。一边开一技能，然后开猎杀分针，这狼人摸不着我。扭一下屁股，哎，撞不着我。好了，复活甲出来了，这下容错率更高了。来，咱们赶紧去把这个塔拆了。在我变成猪头之前，好的，一拳带走这个塔。有这个娜娜刮痧呀，他好像没出减回血，我反正杀这个兵就能把血吸回来，又放了个猪头，很烦小子。没关系，3个人又怎么样呢？依然分针你是不是？你看这娜娜就半条血，再烧一波，直接把这个娜娜被动烧出来。这边直接开大炸一波，没炸到狼人啊，马狼炸残了，但是他走了。那没关系，这个艾克斯啊，不是。这个鬼龙龙想附身我艾克斯，没关系，车撞过来，你们俩也是刮痧。再说我有复活甲，我根本不虚。这个贝拉很想杀我呀，我们从这个贝拉的陷阱里离开啊！你看这鬼龙龙根本杀不死我，对不起。哎呦喂，咱们接着回血，烧不死，哎不是，你杀不死我，哎鬼龙龙没了。好的，咱们甲又出来了，好的，又是一条好汉，接着打。哎呦，又变成猪头了。
啊，这个娜娜出减回血了，但是减回血时间，这娜娜第一点就减回血，刚刚没注意到，但是我感觉我回血量还是很高啊。嫦娥美除，娜娜除了。娜娜其实团战中打不出多少 LE 出来，还是嫦娥出比较好一些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关于减回血这个问题啊，就不是说现在辅助出，然后嫦娥是出位就让辅助出，嫦娥出减回血是可以大面积扫射的啊。娜娜的技能范围比较小，你出减回血不太行。你像拉菲亚出减回血可以，我一技能打3个人，对吧？一个猎杀带走。这个嫦娥也死了，你看这么多残血，你也敢来抢龙的炸？这边还有一个嫦娥残血，靠这个狩猎之心爆发性移速加成直接追上嫦娥，然后接着烧，对吧？然后像绝绝啊这种东西出减回血，你减不到多少人，这个夏维亚我拿杀了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啊，这鬼龙龙你也走不掉了呀，这回不给你机会了，直接一个大招，咣抬走。所以对面这个阵容最适合出减回血的是强森，可以出统一圣盾啊，又能加护甲又能减回血，多好呀！啊，这一波可以推上去，领主出来了嘛，可以领主推下面，咱们推中路，上路就不管了，兵线太厚了。拿个蓝，啊，之前我还有看有些人 Xbox 出风雨者，是个很好的想法，因为风雨者可以加移速，然后你被破甲的时候可以当个 ADC 用，虽然说伤害不太高。当然也是娱乐打法，正经打不推荐这么玩啊！这边直接开大，咣炸死一个啊！娜娜没死，把他被动炸出来，这个狼人已经残了，再开喷，直接把这个狼人喷掉。好了，你们没了。X 的大招嘛，该开的时候就开，因为啊这个鬼龙又附身我，但是我有复活甲。X 大招该开的时候就开，因为这边我们 CD 又好了，复活起来直接再个大，咣抬走，对吧？X 的大招在后期 B 团上高地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，如果他们敢守塔，直接就全部炸残。那这一波已经4个人没了，还剩一个嫦娥，那你就守不住了，直接推塔就完事了。叮叮叮叮，哎呀，表情没发出来。对吧？这个艾克斯前期伤害太高了。他比吉米的优势就在于一个是技能范围宽嘛，虽然说手短一些，那个容易命中，对吧？也不用依靠能量，然后自己什么被车撞了、被gank了没关系，只要甲在，几乎很难被抓死。虽然说卡加挂机了，哇，他有10个助攻。你看我们的50%的伤害是闹着玩的吗？还扛了34%的伤害。自从上一个 T0英雄，就是刚上线正服的0出现，已经过去很久了，终于有人接他的班了，就是目前被增强的很狠的艾克斯。啊，虽然说你操作感官上面没有像哈利和尤朵拉爆发这么高，操作起来那么爽啊，包括尤朵拉已经被紧急修复了，官方可能认为他的被削弱的优先级更高。因为他操作太简单了，随便什么人都能打出高爆发的伤害。但是艾克斯这个英雄呢，是在你有一定操作、一定熟练度的情况下，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几乎是无解的。之前有非常克艾克斯的英雄，他的名字叫卡里德，但是现在艾克斯的装甲生命值提升，卡里德一技能伤害被削，现在卡里德3刀已经砍不死艾克斯的护甲了，那你对艾克斯就没有威胁了。所以艾克斯在下个版本也是会被削弱的，就是砍1技能前期的伤害。这一刀砍的挺狠的，基本上可以回到 1.5 左右了，所以想要玩的赶紧去上分吧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